大家好，欢迎来到梦境山谷 Premiere Pro 保姆级教学。上一课我们学习了素材的导入和工作区的认识，那么这节课我们将开始学习怎样建立一条序列。序列也叫时间线，是组合排列素材片段的前后关系，然后达到我们想要给观众传达信息的地方，这就是时间线的意义。好了，我们开始吧。OK， 我们回到 Premiere Pro 界面。那我们在项目面板点击鼠标右键，选择新建素材箱，输入序列。我们在工作中所有的序列都可以放在这个素材箱进行管理。怎样建立序列呢？在 Premiere Pro 中建立序列有以下几种方法。第一种，在文件菜单下面点击新建，点击序列，快捷键是 Command 加 N。另外一种，单击项目窗口下面的新建按钮，选择序列，然后 Premiere Pro 会弹出一个新建序列的对话框。估计看到这里大家头都大了，这么多我们怎么选？前面我给大家讲了， Premiere Pro 是所有剪辑软件里面对各种素材支持最好的，在这里就体现得非常完整。 Premiere Pro 的剪辑流程是针对摄像机的，所以说在这里面预设了很多针对摄像机的序列。如果我们剪辑的素材是这些摄像机拍摄的，就可以很方便的找到我们相应的摄像机建立的预设，比如阿莱、佳能，还有其他的一些数字设备拍摄的视频。 DNX HD 和 DNX HR 是 AVID Media Composer 下面的视频编码，下面三种是针对 DV 格式，比如说 DV 的 24P、DV 的 NTSC、DV 的 PAL 制式。下面还有针对 DVC Pro 的以前的磁带机，针对 RED 相机的，还有 VR 的视频，还有最下面三种是针对索尼摄像机的。当我们点开每一个预设下面，它又分了有 1080P 的，有 720P 的，还有 4K 的，很多各种各样的分辨率。也就是说，它预设了各种分辨率、各种帧数率下面的几乎所有的预设序列。如果我们的摄像机或者说如果我们最后出片的格式跟它们一样，那么我们就可以快速的在里面找到我们想要的，直接点击设置就行了。比方说我们这个小片子，我们就可以用 4K 25帧，选一个 HQ 的序列就 OK 了。在旁边有针对这个序列预设的一些详细描述，它默认视频轨道有多少条，音频轨道有多少条。那么如果这个里面没有我们想要的预设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就可以点击设置，在设置这个标签下面，我们就可以自定义我们自己的序列。第一栏编辑模式，选择和你影片最接近的格式，这样我们在编辑的时候就可以更好的确定最后的出片效果。注意，编辑模式不会确定最终影片的格式。那么下面也针对我们最终影片的格式设置了很多的预设。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可以选择自定义，自定义下面我们就可以几乎设置每一项选项。比如说帧数率，帧数率我们可以自定义从10帧每秒到60帧每秒的所有帧数率。那么什么叫帧数率呢？帧数率就是我们的影片中每秒包含多少张图片。打个比方说，如果是25帧每秒，那么在我们的影片当中就是1秒钟包含25张图片。由于我们人眼的生理特性，每秒多于12张图片以后，我们的眼睛就会把它认为是一个连续的影像，我们就可以看到影片的动态了。那么我们这儿选择25帧每秒。视频这一栏，帧大小，帧大小就是我们每一帧的尺寸。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帧大小是4096和2160，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画面上横向宽度是4096个像素，纵向是2160个像素。像素长宽比，像素长宽比指每一个像素的长度和宽度的比值。方形像素是数码时代最常用的一种长宽比，我们可以理解为长度为1，宽度也为1。而其他的比如 NTSC 0.9091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像素就是长为1而宽为 0.9091。下面还有 PAL 制式，下面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长为1而宽为 1.0940。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液晶电视上面看一些传统视频时，人物会变矮变宽的原因。那么在这里我们直接选择方形像素长这个选项，
如果我们的影片最后服务对象是电视台，那么就要确定一下电视台的信号是高场优先还是低场优先。那么我们就会根据相应的电视台的要求而选择相应的长序，这样就避免在播放时出现闪烁。如果我们的影片是针对电视以外的其他的目标，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无场，也就是逐行扫描。显示格式，这个我们在新建项目的时候讲过，那么它可以选择以时间码、以英尺或画框帧的显示效果，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也显示默认就行了。音频采样率就是我们这个序列采用多大的采样率来做音频，一般情况下我们选择48000，那么其他的有更高的也有低一点的，这个要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来。那么显示格式也是一样，是采用赫兹数还是以毫秒来显示。当我们在序列上选择了以毫秒或者音频采样的形式来显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非常精确的来控制我们的音频。当我们在序列上剪辑时，通常需要播放一下来检查我们的剪辑效果。如果回放的速度跟不上，我们就需要进行预渲染。这里就是我们预渲染视频时输出的格式和帧大小，当然这个也要根据我们的电脑配置来进行选择。最大深度和最高渲染质量是我们在预渲染的时候是否选择以最大的位深来进行渲染。我们的视频一般是8比特或10比特的，比特越大，包含的色彩信息就越多，色彩层次就越好。那么在预渲染的时候，就以最大的位深来进行渲染，最高质量也是同样的道理。以线性颜色合成，那么就是启用我们的硬件加速，然后用线性空间的颜色。第3个标签轨道，这里面就比较简单，就是设置我们在刚建立一个序列时，我们让 Premiere Pro 帮我们建立几条视频轨道和音频轨道。默认是视频是3条轨道。音频轨道的类型，立体声是指一条音频轨道包含左右2个声道， 5.1 包含左边、中间、右边、左后、右后和重低音6条单声道。而单声道就更好理解了，就是1条声道。关于音频的部分，如果这套教程的反应好，我会专门邀请专业的录音师出一套音频制作的教程。接下来 VR 标签是针对 VR 剪辑方式的一种回放方式，那么这里因为硬件的问题我们就不再涉及了。最下面有个保存预设，当我们把前面这些设置都弄好以后，我们就可以把当前的设置给保存下来，变成一个常用的设置。那么点击它就弹出一个保存序列预设的一个对话框，那么我们在这儿可以输入一个预设的名称，比如说叫梦境山谷。下面描述里面我们可以填也可以不填，如果你想共享给其他的人，最好在这里描述一下这个预设的一些基本情况。我们点击确定，这个时候会自动弹到序列预设这个对话框，那么在最下面有一个自定义出现一个梦境山谷的序列预设。如果不需要的话，我们可以选中这个序列预设，点击删除预设，序列预设这个窗口又会刷新一次，这个预设就没有了。我们选择 DNxHR， 选择 4K25 里面随便选一个，输入名称，我叫阳台，点击确定。那么这样我们就建立了一个新的序列。大家注意看，我们新建完一个序列以后，序列就出现在我们的项目窗口，这个地方有个小图标，就表示这是一个序列。我们点击拖动，放在序列这个素材箱。大家可以看到，当我们创建好序列以后， Premiere Pro 为我们自动打开了这条序列，在这里这个地方就变成了我家阳台这条序列。这里有一条从上至下贯穿时间轴窗口的这么一个蓝色的线，那么这条线我们叫播放指示器，也可以叫播放标头。当我们拖动播放标头的时候，大家注意，在这个地方我们的时间会随着发生变化，那么这个就是时间码，显示的就是当前播放标头所处的时间的位置，它的格式是以时、分、秒和帧来显示。当我们按住 Command 键，点击鼠标左键，这个就是16毫米电影格式下面的长度加帧的显示方式。然后我们按住 Command 键再次点击，那么这个是35毫米的长度。那我们再点一击，那么它就变成了帧，也就是画框的显示，就是当前我们的播放标头处于多少帧。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从右到左也几乎贯穿整个时间轴窗口的竖条，
这个就是我们的时间栏。当我们选择不同的时间码显示方式的时候，这个地方也跟着发生了变化。那我们再次点击回到以时间码的方式来显示。好，序列窗口我们暂时介绍到这儿，下节课我会详细的介绍。那么还有没有其他建立序列的方法呢？答案当然是有的。我们也可以直接用素材来建立序列。我们双击打开拍摄素材，那么在这个地方我可以点出一个，也可以选中多个素材。大家注意看，我们现在的素材有一些有这样一个图标，有一些没有，就表示这条素材是包含有音频的。那么这条没有，是表示这条素材是不包含音频的。我选中所有的素材，点住鼠标左键拖动到新建这个图标上面，松开手。那么大家看到 Premiere Pro 就以我们选中的第一个素材名为名称的序列就创建好了。那么大家注意看，图标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地方那么多出来一个图标，而且这个图标颜色也从灰色变成了蓝色。什么意思呢？当我们把鼠标放在上面，它会显示视频已使用一次，已链接的音频已使用一次。 Premiere Pro 就告诉我们该素材被使用过了，而且使用了一次。那么如果是这个素材被多次使用，那么它也会显示被使用的次数。那么大家看旁边这一个小图标是序列的图标，那么多了一个镜头1的序列。那么在时间轴窗口这个地方也多出一个名字为镜头01的序列。那么这个序列的信息我们怎么来看呢？那么我们可以选中它，然后单击窗口选中信息这个面板，那么这个地方镜头1的序列信息就被展现在这里了。除了这个信息面板，我们还可不可以在其他地方看到它的信息呢？当然是可以的。那我们先关闭这个面板，在我们的项目窗口，这个是我们刚才在双击拍摄素材的时候弹出了一个拍摄素材的标签，把鼠标放在标签后面的3条线上面，点击在这地方有一个预览区域，我们点击它激活，那么这个地方就出现一个预览区域，序列的名称、它的类型、它的大小、像素长宽比、持续长度，这些声音格式都有。那旁边还有一个小的视频预览框，下面有一个进度条，我们拖动它，那么它也会根据小圆点所处的时间变换不同的缩略图。那么旁边有一个小的播放按钮，我们点击它，那么它也可以播放。当我们选择每一个不同的素材的时候，那么这个素材的信息就会出现在这儿。那么刚才我们说这个地方它使用了一次，那么在这个地方也显示视频已使用一次，音频也已使用一次。当我们以这种方式来创建序列的时候，那么 Premiere 会把序列放在与这些素材相同的素材箱，这样是不方便我们管理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要对我们的项目进行管理。项目管理的重要性，我在前面也说过，我们一定要养成一个很好的项目管理习惯。我们怎么来把这个序列放在我们建立的序列的素材箱里面呢？在项目窗口的下面有一排按钮，这些按钮起什么作用呢？第一项，这里是一个绿色的一个铅笔的形状，那么放在上面它有个提示叫项目可写，那么表示说我们对这个项目是可以进行编辑的。那么我们单击一下，它弹出一个对话框，更改为只读模式之前要将更改保存到我的阳台这个项目吗？那么我们单击是，那么保存完以后，大家看这个地方由绿色的铅笔就变成了红色的小锁，弹出来的信息是项目只读，也就是说我们不可以在上面进行修改。那么我们点击一下，把它切换为可写状态。旁边这个按钮列表视图按钮，那我们点击它，那么项目窗口的所有素材就会以一个列表的形式来显示。这种方式可以让我们的素材尽可能多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那么大家注意看，当我们切换到列表视图的时候，我们的素材图标发生了变化，这地方就是一个淡紫色的胶片和一个绿色的波形图标，表示这条素材它是包含视频和音频的。那我们看镜头3，它只是一个紫色的胶片的图标，没有绿色的音频的图标，那么就表示这个素材是不包含音频的。这是一些
快速的显示，让我们迅速的了解这个素材，那么它的一个基本信息。旁边是帧数率，那么这个地方大家注意看，这是我们的序列，那么序列就很形象的以一个轨道加播放标头的图标，很形象。这个旁边是默认的标签颜色，拥有音频和视频的素材，它是一种颜色；只有视频的，它是一种颜色；而只有音频的，它也会是另外一种颜色。这些颜色我们也可以自定义。那么具体的自定义方法，以后我会给大家讲到。好，列表视图的旁边是我们默认的图标视图，那么点击就回到了我们 Premiere 一打开，它给我们呈现的视图。那么图标视图旁边有一个 Premiere Pro 2020新加进来的一个视图模式，叫自由视图。那我们点击它，这里面的图标就变成一个可以任意拖放的、可以任意拖放位置的这么一个视图，就不再是这些图标都是不能被拖动的，那么它就是可以自由拖动了这些图标。在旁边有一个小花条，拖动它可以自由缩放我们每个图标的大小，越小我们查看的信息就越多，越大我们看的内容就会越清晰。好，我们回到图标视图，在旁边有一个列表，那么这个列表就是排序方式。那么我们可以根据标签、名称、媒体类型等等各种各样的形式，这些所有的方式都是为了方便大家快速的找到自己想要的素材。在旁边查找图标，点击它弹出一个查找对话框，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任意的选择一种查找方式，输入查找的名称，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想要的素材了。我们点击它，那么所有包含这个信息的素材都会被找到。最旁边这个新建素材箱我们给大家已经讲过了，那么这儿就不再赘述。旁边新建，那么这下面可以新建很多不同的素材，那么这些素材我们将在以后使用的时候给大家讲解。那么回到我们刚才提出的问题，我们怎么才能把我们用拖动的方式建立的序列放到我们的序列素材箱去呢？那么我们在这儿点击这个向上的图标，那么就回到了我们的项目的最上一层，我们可以点击列表视图，点击这个小三角，点开它，那么我们可以点击镜头01这个序列，按住鼠标左键不松手拖动到序列这个素材箱，松手 OK。 那么如果这个序列我们现在不想要了，大家注意，我们可以点开它，选中这个镜头01，点击 Delete 键删除。大家注意，那么删除这个序列的时候，我们这个序列里面所有的操作都会被删除。好了，这节课就讲到这里。这节课我们学习了如何建立序列，认识了序列对后期剪辑的重要性，学习了项目窗口中每个按钮的作用，这些都需要大家牢记，以后我们会经常使用到这些按钮。下节课我们将认识原窗口、节目窗口与时间轴窗口。好了，我们下节课见。